你越温柔对待自己，现实越愿意配合你。这句话不是一开始就能被理解的，而是在我走过很多用力、很多撑、很多对自己不留情之后，才慢慢体会出来的。以前的我其实并不温柔，不是对别人，而是对自己。我对世界可以体谅，对他人可以退让，唯独对自己总是标准很高，语气很重，耐心很少。我以为那叫自律，叫成长，叫对人生负责。可后来我才发现，那更像是一种你还不够好的内在声音，一直催促，一直修正，一直不让我停下来。那样的我看起来很努力，却始终觉得生活卡卡的，事情不顺，关系费力，就连好不容易出现的机会，也总像是要用力抓住，才能勉强留下。我一直以为是现实不够配合我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累到不想再逼自己了。那不是什么励志的转折点，而是一种很真实的疲惫，让我第一次没有再对自己说，你应该要更好一点。我只是轻轻地承认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那一句承认很安静，却像是在内在松开了一个结。我开始尝试用不那么严厉的方式对待自己，不是放纵，而是理解；不是逃避，而是允许。当情绪来的时候，我不再急着压下去，而是问自己，你是不是累了？当事情卡住的时候，我不再立刻责怪，而是提醒自己，慢一点也没关系。这样的改变一开始很不习惯，因为温柔对我来说曾经很陌生。我总觉得一旦温柔，就会变弱，就会落后，就会被世界超过。可事实却完全相反。当我开始温柔对待自己，现实反而慢慢松动了。不是一夕之间变顺，而是一种阻力减少的感觉。我不再那么容易被小事击倒，也不再每一次不顺都怀疑整个自己。我的状态变得稳定，而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心理学里说，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自我批判，神经系统会维持在警戒状态，世界自然看起来处处是阻碍。而当内在语言变得温和，身体会慢慢放下防备，视野开始变宽，选择也变得更清楚。我才明白，现实并不是突然变善良，而是我不再用敌对的姿态面对它。当我不再对自己用力，事情也不再对我那么用力。当我愿意给自己空间，世界也开始给我空间。有些机会不再需要硬撑，有些关系不再需要讨好，有些选择不再需要反复说服自己。我开始发现，真正适合我的都带着一种不用勉强的感觉。那种感觉来自我对自己的温柔。因为当我尊重自己的节奏，我就不会走到必须违背内心的地方。当我不再否定感受，感受反而成为指引。我才懂，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深层的对齐。当内在不再拉扯，外在自然容易配合。这不是交换条件，而是一种状态回应。你怎么对待自己，就怎么站在世界面前。当你内在是理解的、包容的，不急着修正的，现实也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与你互动。你不再需要用力证明自己值得，因为你已经在内在承认了自己的价值。那种承认会改变你说话的语气，走路的步伐，做选择时的底气。而世界对这样的状态是会回应的，不是因为你做的更多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消耗自己。我慢慢学会，在想前进的同时，也不忘照顾；在想成长的时候，也允许休息；在遇到挫折时，先抱住自己，再去看下一步。
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，为什么会说你越温柔对待自己，现实越愿意配合你。因为温柔让你站在一个不需要对抗的位置，而当你不再对抗，人生自然少了很多阻力。不是所有事情都会立刻顺利，但你会发现你不再被事情拖垮，你依然在走，却走得比较稳，比较真，也比较不委屈。那样的你本身就是一种很容易被世界支持的状态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现实不太配合，也许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太少温柔。试着先把那份温柔给回自己，不是为了交换什么，而是因为你值得被这样对待。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慢慢发现，现实真的开始愿意配合你了。我慢慢相信，柔软不是退让。这个相信不是一下子就站得住脚的，而是在我一次又一次用力却越来越累之后，才慢慢长出来的。以前的我其实很害怕柔软，我把柔软和脆弱画上等号，把温和视为容易被忽略，总觉得只要一放松，世界就会趁机越界。所以我学会撑住，学会逞强，学会在每一个选择里先把自己收紧。我以为那样才安全，可久了之后，我发现自己虽然没有被击倒，却一直很疲惫。那种疲惫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来自我长期对自己的用力。我不允许情绪太久，不允许状态低落，不允许自己慢下来。我以为那叫自我要求，后来才明白，那其实是一种不敢放松的恐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不是因为我不想前进，而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撑着走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再逼自己振作，也没有再告诉自己要坚强一点。我只是轻轻地对自己放软了态度。那是一个很小的动作，却让内在第一次没有那么紧。我开始发现，当我不再硬撑，事情反而比较容易看清。当我不再用力证明，界限反而变得更清楚。原来柔软不是让步给世界，而是让自己站得更稳。因为在柔软里，我开始听见真正的感受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停，什么时候该走，什么事情其实不是我的责任。柔软没有让我失去力量，反而让力量不再被浪费。我不再把力气用在防御与对抗，而是用在选择与回应。那时候我才懂，真正的退让是违背自己，而柔软恰恰相反，它是愿意对自己诚实，愿意承认累了、痛了、需要了。那样的诚实不会让人变弱，只会让人不再分裂。当我慢慢练习柔软，我发现关系变得不一样了。不是我退后了，而是我不再勉强。我不再为了维持表面的平衡，而忽略内在的感受。于是留下来的都是能够尊重我的人，走开的也不再那么让我怀疑自己。我才明白，柔软其实是一种很深的清楚。清楚知道自己在哪里，清楚知道界限在哪里，清楚知道什么值得用力，什么可以放手。这样的柔软不需要提高音量，却不容易被推倒。因为它不是撑出来的，而是从内在长出来的。我慢慢相信，柔软不是退让，而是一种不再内耗的选择。不是把自己交出去，而是把自己接回来。当我不再用硬撑证明我可以，我反而更有力气走我自己的路。那条路不一定快，不一定被理解，却很稳。而我也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不是一直往前冲，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敢于柔软下来，不与自己为敌。于是我慢慢相信，柔软不是退让，它只是让我不再把人生走成一场战争。
当我选择温柔，命运也改了语气。这句话听起来很轻，却是在我走过一段长时间紧绷与对抗之后，才真正懂得的。以前的我总是用力地活着，用力前进，用力证明，用力撑住那些其实已经超过负荷的期待。我以为命运之所以严厉，是因为我还不够好，还不够努力。于是我对自己更苛刻，对时间更焦急，对结果更执着。可命运并没有因此放软，反而一次次用同样的方式提醒我已经走得太硬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了。不是因为我放弃了想要，而是因为我再也无法用对抗的方式继续走下去。我第一次没有再逼自己立刻振作，没有再要求自己一定要撑过去。我只是选择温柔，温柔地承认疲惫，温柔地照顾感受，温柔地对自己说，你可以慢一点。那一刻，世界并没有立刻改变，但我明显感觉到某种紧张松开了。当我不再用敌对的姿态面对人生，人生好像也不再那么强硬。事情开始出现转圜，关系不再那么紧绷，连困难都不像之前那样咄咄逼人。我才发现，命运不是改变了方向，而是改变了语气。它不再用撞击的方式提醒我停下，而是用比较温和的节奏引导我调整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状态的回应。当我用温柔对待自己，内在不再处于防备，行动也不再出自恐惧。而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做出的选择自然更贴近自己。命运不需要再大声，因为我已经愿意听了。我开始明白，很多冲突不是人生非得如此，而是我一直用力过头。当我愿意松一点，留一点空间，让情绪流动，让节奏回来，命运也不再需要用强烈的方式介入。温柔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对齐。当内在放软，外在就不必用力拉扯。我不再把每一次阻碍都看成惩罚，而是当成提醒，提醒我是不是又太硬了。于是我学会在前进的同时，也照顾自己，在想要更好的同时，也允许现在的样子。那样的我，不再站在对立面，而是站在同一边。而命运就在我这样站稳的时候，真的改了语气，不再逼迫，不再冲撞，而是以一种刚刚好的方式推着我往前。当我选择温柔，不是世界变简单，而是我不再用对抗迎接每一步。而那份温柔成了我与命运之间最顺畅的对话方式。你给自己的温柔，世界会加倍回应。这句话不是祝福，而是一个我亲身走过的过程。以前的我很习惯把温柔留给别人，却很少留给自己。我可以理解他人的状态，包容他人的失误，却对自己的每一个停顿，每一次犹豫，都毫不留情。我以为那样才算成熟，才算对人生负责。可久了之后，我发现世界对我也同样严厉。事情总是卡关，关系总是费力，连好不容易出现的机会，都像是在考验我够不够撑得住。那时候我以为是我不够努力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。不是身体的，而是那种长期对自己不留情的疲惫。我第一次试着把温柔给回自己，不是什么盛大的改变，只是很小的调整。当我感到疲倦，我不再逼自己撑下去。当情绪出现，我不再立刻否定。当事情不顺，我不再急着责怪。那样的温柔，一开始很不习惯，甚至让我有点不安。因为我害怕，一旦温柔，就会变慢，就会落后。可事实却恰恰相反。
当我开始温柔对待自己，世界的回应真的不一样了。不是突然幸运，而是一种阻力变少的感觉。人开始比较愿意听我说话，事情开始出现弹性，连原本让我紧绷的情境也不再那么尖锐。我才慢慢明白，世界并不是在回应我做了多少，而是在回应我用什么状态站在它面前。当我内在是理解的，外在就不需要用冲突来提醒我。当我内在是接纳的，现实也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与我互动。你怎么对待自己，就怎么教会世界对待你。当我不再用自责与批判对待自己，我也不再站在容易被为难的位置上。那不是因为世界变善良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对自己那么残忍。我开始看见，真正留下来的人，都是能够尊重我界限的。真正适合我的事，都带着一种不用勉强的感觉。那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状态的吸引。当我给自己温柔，我不再需要透过痛苦来证明价值，而世界也不需要再用考验来确认我的底线。我终于懂了，温柔不是一种策略，而是一种内在立场。当你站在温柔里，你不再用力抵抗，也不再过度退让，你只是稳稳地存在着。而这样的存在本身就很容易被世界善待，所以请不要小看你此刻给自己的那一点温柔。那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深层的对齐。你给自己的温柔真的会被世界看见，不是以同样的形式，而是以更适合你的方式加倍回应。当我选择柔软，生活给了我答案。这不是我突然想通了什么，而是我终于不再用力逼问人生的那一刻。以前的我很习惯用紧绷面对未知，只要没有答案，心就开始焦躁，只要事情一慢下来，脑袋就不断催促。我总以为只要我再努力想一点，再撑一下，答案就会出现。可那样的用力只让问题变得更吵，却没有让方向更清楚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放软了，不是放弃，而是不再对抗。我停止逼自己立刻看懂，停止要求情绪马上稳定，停止把每一个停顿都当成错误。那一刻，内在突然安静下来，而就在那样的安静里，生活开始回应，不是用语言，而是用感觉。某些事情变得清楚，某些选择不再拉扯，某些方向在没有分析的情况下自然浮现。我才明白，答案不是被逼出来的，而是被接住的。当我柔软，我不再用恐惧驱动思考，直觉才有空间说话。当我柔软，我不再与现况对立，生活也不需要再用阻碍提醒我停下。我开始发现，很多答案早就存在，只是一直被我的用力盖住了。柔软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允许事情以自己的方式展开。那样的状态，不焦急，不勉强，却非常清楚。我不再急着抓住未来，反而更能站在当下。而站稳之后，答案自然走向我。生活给的答案不一定是完整的地图，却是一个刚刚好的方向感。它告诉我，此刻该留下，还是该往前，该放手，还是该等待。这些答案不会在我用力的时候出现，却会在我柔软下来的瞬间悄悄浮现。我终于懂了，柔软不是退让，而是一种愿意听的姿态。当我选择柔软，我不再要求生活立刻证明什么，而生活就在我这样放下的时候，把答案轻轻放在我面前。原来显化是一场温柔的内在合作。这个理解不是在我拼命对齐，努力想对，用力相信的时候出现的，而是在我终于停下来，
不再和自己对抗的那一刻。以前的我总以为显化是一种技巧，要想得够正向，要感觉得够稳定，要随时检查自己有没有偏离正确状态。可那样的过程其实一点也不温柔。我在修正念头，却忽略了感受；我在追求一致，却对内在的混乱毫不留情。那不是合作，而是一种控制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对愿望失望，而是对那个一直被拉着走的自己感到心疼。我开始尝试换一种方式面对显化，不是再多做一点，而是少对抗一点。我不再急着把情绪调整好，而是先听他想说什么。我不再要求自己永远处在高频状态，而是允许低潮存在。就在这样的允许里，内在第一次站在同一边。恐惧不再被驱逐，怀疑不再被责怪，直觉也终于有空间浮现。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显化不是命令宇宙，而是整合自己。当内在不再分裂，能量自然聚合。当我不再内战，行动就不再拖延。我开始做出选择，不是因为害怕错过，而是因为内在一致。这样的状态不需要用力维持，却非常稳定，因为每一个部分都被纳入了。我才懂，显化不是对抗现况，而是与现况合作；不是否定感受，而是让感受成为讯号；不是逼自己相信，而是让信任慢慢长出来。这样的合作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有是否被听见。当我愿意温柔地对待内在的每一个声音，整个系统才开始顺流。于是外在也有了回应的空间。不是因为我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消耗能量去对抗自己。我终于明白，显化不是一场意志力的比赛，它是一场温柔的内在合作。当我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，愿意听，愿意接住，愿意不再拉扯，世界自然知道该如何与我配合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